什么人？朕的皇后居然认不出朕。要是真认不出，早就开打了。为什么要蒙着眼练剑啊？蒙着眼睛能体会到周边不一样的波动，剑术也可以更进一步。皇后这么努力，是怕朕保护不了你啊？这叫什么话？我也是堂堂凤来阁阁主，关键时刻我也是可以保护你的。阁主说的是，在下失敬了。看在你有几分姿色的份上，就原谅你吧。皇后是在调戏朕？不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后日就是你母亲的忌日了，朕可以陪你一起回去。我想，我还是一个人回去吧。有些事情总要面对，不能一直逃避。你放心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好吧。看我这个，高吧？双林，你带我出宫来，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？啊，苍苍，就是你，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哎，没什么，我就是看你闷闷不乐的，那想带你过来放纸鸢。苍苍，看你一直不太开心，发生什么了？我想到了父亲，林太傅。自从我们从江州回来遇到罗显血之后，你就一直怪怪的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直到今天，我才把所有的事情串起来。原来这一切背后的始作俑者，竟然是……萧欢始终都没有跟我说过父亲这一切的所作所为。我想，他是想保护我，怕我承受不住。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从小那么疼我、那么护我的父亲，是什么时候变的？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儿？苍苍，太傅只有你一个女儿，他肯定是爱你的。这爱里到底有几分真心，有几分利用？
我已经分不清了。他笃定萧焕会用双梅子来救我，如果我能顺利怀有身孕，他便可以扶持幼子登上皇位。那这现下要如何呀？太傅既然动了这心思，皇上打算如何处置他？你夹在他们俩中间，该怎么是好啊？萧焕是大齐的明君，是百姓的好皇上。为保大齐，你慢点。社稷安稳，百姓康乐，我定要和萧焕站在一起，并肩同行。至于父亲，我只希望他还能回头，但我还没想好该怎么面对他。苍苍，会的，太傅一定会的。不如，咱们去放纸鸢吧，别想了，就当是把这些烦恼愁苦像纸鸢一样都放掉，好不好？走，走。小的跑得快啊！是啊，哥们，当心点啊！等等我。你看，哎，快叫吧！哎，你老哥。今日想与众卿商议一下江州废除减籍制一事。除此之外，各地进行临时集中处理减籍制，从而逐步废除。诸位爱卿，可有什么异议？皇上，臣以为这临时减籍制虽能解决一时之忧，却恐带起不良之风，还望皇上三思啊！何种不良之风啊？这……皇上，幸大人之意，刘明本因减籍征税问题所生，若集中缉处，恐怕会引起税制问题，所以不能这样下去了。既然提到税制，朕也有所考虑。这税制已是先皇时所定，是否应该因时改进了？皇上，这税制已经沿用数十年，它总归有它的合理之处，不能说改就改了吧。老夫认为皇上所言不无道理。李大人所言极是，臣弟也支持皇兄的提议。豫章王有何高见？正如皇兄和林太傅所言，税制确实有数十年未曾改过，但如今我们大齐的发展也从未停下。微臣以为，恰可以从打破陈规、更改税制开始。豫章王所见与朕略同。当下所用的税制征收多样性，引发了官员频频舞弊。朕也想过，是否要将现在的征收种类化繁为简，按亩定收。当然了，现在这一切都在商讨的过程中。众卿如果有任何的想法，都可以上奏于朕。既然众卿都没有什么想说的，那今日就到此为止吧。
无事挂孝，咱们英明神武的皇上，这又是在打臣弟什么坏主意啊？朕只不过觉得豫章王今日的表现非常亮眼，想想，确实好久没有跟豫章王好好的说说话了。你尽管得了便宜卖乖吧。那你觉得朕的想法如何？征税政策若真能简化，各地官员难以作弊，财政收入应增不减。最为关键的是，百姓的纳税负担必有所轻。这确实是个不错的法子。不过，减级问题，治标不治本。慢慢来吧，要更正，总要花些时间嘛。听说你停了皇后的避子汤，这你也知道？此事母后对你的上心程度，可是远胜于我。朕听闻，太后一直急着给你物色王妃，怎么样？要不要朕帮你选几个？我真后悔多管闲事去救你。看，朕赢了。娘娘，这水灵灵的梨还能烤着吃？是啊，这是我娘独创的吃法。小时候，我还记着，我经常跟师傅还有爹爹。太傅也会烤梨？老夫也是许久未考了。爹，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快坐。娘娘坐。哎呀，嘿嘿嘿嘿，我跟你说啊，这烤梨，只有水泉村的金叶梨才是最好的。它汁水充沛，好了以后呢，再抹上一些你最爱的梨花蜜。哎呦，当时啊，你可喜欢吃了。我最喜欢爹爹烤的梨了。哎呀，还是你娘烤的好啊！爹总是烤不出那个味道。不会，爹爹烤的味道，我是最喜欢吃的。对了，决定来信了，说了你去江州的事，一路上辛苦你了。不会，我答应过爹和娘，会照顾好决定，不会让他有事的。好，很好。对了，后日便是你娘的忌日，你回家来祭拜吧。啊。好。哎呀，既然娘娘准备回府，那就有很多事情需要准备。老臣就先告退了。爹，梨还没烤好呢。爹以后给你烤啊。
什么人？朕的皇后居然认不出朕。要是真认不出，早就开打了。为什么要蒙着眼练剑啊？蒙着眼睛能体会到周边不一样的波动，剑术也可以更进一步。皇后这么努力，是怕朕保护不了你啊？这叫什么话？我也是堂堂凤来阁阁主，关键时刻我也是可以保护你的。阁主说的是，在下失敬了。看在你有几分姿色的份上，就原谅你吧。皇后是在调戏朕？不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后日就是你母亲的忌日了，朕可以陪你一起回去。我想，我还是一个人回去吧。有些事情总要面对，不能一直逃避。你放心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好吧。苍苍啊，你回来了。爹，哎，我刚刚没看见您，便想着来书房寻您呢。我看到这砚台上的裂纹，就想起啊，小时候我不小心打翻了它，吓死了。毕竟，这是爹爹最喜欢的一方砚台。哎呀，当初你娘拼了命的护着你，让你少了一顿打。没想到。爹爹还记着呢。是啊，当初你娘说，不就累了一条凤吗？还能用。哎呀，没想到为父竟然用了这么多年，也舍不得丢弃。爹，我们去看看娘吧。好。每年，爹爹都会给娘备上他最爱的青梅酒。是啊，你娘最喜饮酒，每次喝得微醺便舞剑，我总忘不了她在梅树下舞剑的样子。她所有的一切，点点滴滴，我都记得。不说这些了，看我给你准备了些什么。今日知道你来啊，爹就一早去了厨房，给你烤了金叶梨，
你瞧瞧还热着呢，赶紧趁热吃。哎呀，就是不知道这次能不能烤出你娘烤的那种味道。爹，我们在回京的路上遇到了刺杀，刺杀的人是罗大哥。回来，我一直在想了很久。再见到爹，我要怎么说？要怎么开口？怎么问？你问。我若问了，爹会答吗？会说真话吗？会。你也知道，在你娘跟前儿，我不会说谎。爹，您是不是在我的梨花蜜里下了相思伞？是。是不是还下了毒？是。所以爹爹口口声声叫苍苍，叫我宝贝女儿的时候，可是真心的。苍苍，爹爹有完全的把握，皇上一定会救你。可您说帝王无情，如果您真的觉得他会救我，您觉得他是有情还是无情？在爹爹看来，有情或无情取决于哪种说法对您有利。爱不爱我这个宝贝女儿，取决于有没有妨碍到您的大计，是吗？苍苍，你要相信爹。有时候，爹不得不做些权衡和选择，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咱们林家。您已经做出选择了，您已经选择做一个心狠手辣的太傅，不惜以牺牲女儿的性命为代价，不是吗？苍苍，爹有爹的苦衷。权力的欲望是无尽的，别再说为了我，为了林家，为了绝顶，现在收手一切还来得及，好吗？娘娘现在是要教老夫做人吗？爹爹的恩情，苍苍无以为报。苍苍只是想恳请父亲，再不收手，就回不了头了。好啊，所以娘娘去老夫的书房，
是想找什么证据吧？你以为我找不到就没有人揭发吗？因为罗显血，罗显血视你如命，他可以为了你告诉你一些事情，可是娘娘以为他能活着回来吗？你做了什么？罗大哥是爹从小带大的义子，爹都不放过。敢问爹，要如何处置我这个宝贝女儿呢？杀了我吗？爹怎么舍得？皇后娘娘只是回府悼念王母，伤心过度，身染重疾，在府中多待些时日罢了。爹以为皇上可以放过你？有娘娘在我手上，他不敢轻举妄动。你选他，不就是因为他在你的心中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吗？可他也伤你、骗你，还杀了你最爱的师父，现在又要杀你的父亲。难道你真的要跟他站在一起吗？自始至终，我从未想过要杀了你。太傅以为除掉一个罗显血，便可以抹掉自己与灵璧教的勾结和欺君弑君的罪证吗？太傅的罪证朕掌握的太多了。太傅，可曾记得您曾经教过朕一招棋：以蝎入阵，破空打散。你是以罗显血为蝎子，用它来麻痹老夫的棋子。没错，罗显血知道你曾经要毒害苍苍，一定会去查明真相，但你绝对不会留下一颗不受控制的棋子，所以朕故意把它给放了。在你集中力量清理门户的时候，朕便可以趁势收饷收得完，偷制兵器，私吞粮食，把持物价，操控情报。太傅两朝元老，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，想要一举歼灭，实属不易。太傅，朕为了这一天，可是筹划了太多年了。既然如此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朕说过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杀了你。朕会保你一命，保下凌氏一族。朕不允许朕的皇后有一个谋反的父亲，谋逆的家族。为师是怎么教你的？斩草要除根，绝不能心慈手软。今日你放过我，或许就是你最大的拜寿。
太傅，好自为之吧。坐，苍苍。苍苍，